李万兵啊，就是个披着羊皮的倔毛驴。哎，你那购房合同弄好没？啊，弄好了。啊，给。哎，蓉蓉啊，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，这些房子呢都是公底房，开发商资质也一般，再加上你们现在又是高负债，这么干真的挺冒险的。我之前在金达代理的那些破产纠纷，好多都是这种情况引起的。我先撤了啊。好，辛苦了啊，家里见。哎呀，他们破产的那都是搞企业的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搞实业的呀。你知道企业和实业的区别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需要知道。我只知道我有房子，房子是实实在在的，可租可售可抵押。干我们这行的，畏首畏尾的都淘汰了，只有眼明手快，胆子大才能赚上钱。赚钱也要讲规矩。李木佳，你的问题就是凡事讲规矩，结果到现在，男人房子一个都握不住，都30岁了还被小男孩牵着鼻子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话糙理不糙啊！你想想，你跟丁志禅分手那会儿多利索，是吧？那黎光不一样啊，黎光就跟那北极光似的，遇见都不容易。人家对你那么好，结果你说撒手就撒手，多可惜！现在还跟那个叫令达的小男孩扯在一起，人家小男孩是有趣，但他有大把的时间跟你耗，你有吗？你说完了吗？我没时间跟他耗，我们两个就是合作关系。我不是李万兵，我不需要你管。你30岁了，我30岁怎么了？田荣，我就告诉你了，不管你是买一个单元还是买一栋楼，我都反对你买。李木佳，你变了，你现在都见不得我好。是你变了吧？你现在膨胀的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我就告诉你，别买。回来了，快吃饭了。李木佳跟我吵架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不是刚才还好好的吗？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说风险太大，反对我买。那你没告诉他，其实这房子我想买。我们夫妻分什么你我？我知道你特在乎木佳，那不行，一会儿我找他说说去。你说什么呀？他以前当律师我都说不过，你说得过呀？吃饭。得，不想了，吃吧。来一大鸡翅。哎呦，手都没洗，气糊涂。我救活了，真了不起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很简单。我觉得不简单。我感觉你有点不太开心啊。我跟我朋友吵架了，为什么吵架？非得说我有病，说我干嘛要跳槽啊？还说我们创业者只会喊口号，没钱请人，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。我觉得你朋友说的对，我们不光什么事都得自己干，吃喝住行还都得自掏腰包。有老板这么鼓励下属的吗？我这不是鼓励啊，但我就是实话实说。行，那你实话实说吧。安木佳，你还记得咱俩上次去那个苗圃吗？记得呀。他们现在正式挂牌出售了，等我们融资到位以后，我们就把它买下来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李光会同意吗？我觉得他会，
我觉得他不会。我不同意购买苗圃。李总，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？你们莫愁园林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的商业模式，按照你们的规划走下去，未来某一天，你们不是买一个苗圃，而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买一批苗圃。但是现阶段买，它只会占用资金，浪费精力，其他的没有任何意义。怎么没有意义呢？我们有了自己的苗圃，可以种植我们自己需要的绿植。我们投你呢，是因为你设计出了这套商业模式，而不是因为你是植物达人。李总，我们来其实是想听听您的建议和规划。您作为投资者，确实比我们在前线的看得更远、更宏观。谢谢李总，那我们告辞了。穆家，方便聊几句吗？当然。那我外面等你。不论你们的目标是活过3年还是5年，我觉得你有必要提醒一下琳达，创业呢，其实跟盖房子是一样的。一块地，当它还是荒地的时候，它未来要盖什么楼、几层楼、什么结构，早就有细密的规划了。如果只是靠一腔热血想一出是一出，你们能不能挨过今年都是一个问题。我知道，我会跟他说的。穆家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不会对莫愁园林这么上心，也不会专门抽时间来听琳达跟我汇报。我明白。本来投莫愁园林呢，其实就是想布局上下游的产业链，为我们集团服务。但是现在，我希望它能活下去，我希望它可以做大，我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，尽全力的支持你。我想看你实现梦想。谢谢。如果结果明确，那么路径也是明晰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从财务到商业，你们要走的每一步，必须坚实的按照规划，踏实的走下去。我说的清楚吗？明白。还有吗？没事。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穆家。你加油。2016年，北京市场成交量会延续2015年的态势，但成交价会上涨，保守估计会上涨15%。2015年，北京派出爸，您知道我跟蓉蓉之前买那单元，这小半年涨不少，是吗？哎呦，你说，咱家蓉蓉就是有魄力，一下子买一单元，要搁我可不敢全拿下来。不是爸，这次真不是我的功劳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万兵，是他坚持要买的。少爷，你这有点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意思啊！这不是必须的吗？我这次是不是赌对了？这波行情终于来了吧？近2个月来，在新房供应紧缺的背景下，二手房成交热度超过新房。我觉得不会永远上涨的商品。从2015年开始，我也算是个内行了吧，但像这种无规律、无底线的抢房实在是太疯狂了，我觉得不对劲儿。这么一直涨下去，国家肯定会干预的。而且咱们的房子地段也不是特别好，保险起见还是卖了吧。啊？你说，
哪有地段不好的房啊？只要是你的房，那就是资产，多多益善。什么多多益善？小心贪多嚼不烂。蓉儿，其实我觉得别人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。你说好不容易买下来的，可不能轻易撒了手，是吧？哎，不是说那儿马上要通地铁吗？啊，对，那肯定得涨钱啊。可以再等等。就是，你瞅瞅这姜还是老的辣啊，这你得多跟爸学学，得沉得住气啊。你说你之前买那些房哪套亏了呀？你那会儿怎么教育我的？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那就再等等。哎，可以再等等。如果我们现在不买下这个苗圃，这片苗圃很快就会被别人买走。我对规模、对布局不感兴趣，我只是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苗圃。可是创业就是这样，不管你开不开心、感不感兴趣，你都要去面对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我有我的道理。所有人都观赏植物的花和叶，却很少有人关注养育它们的土，还有它们的根。你看这些植物，通过水肥一体化、缓释、控制肥料，实现规模种植。从选种到下苗，再到培育生长，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不是投资人说布局就能布局的，也不是钱一到账，这些植物立马就能长大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植物确实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我要来亲自培育它们。你要站在我这一头，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鼠尾草，原产墨西哥，一般作为花间的背景植物。你闻闻，它的花是甜的。好像是有点甜味儿，哎，一股糖果的味道。我想起来了，鼠尾草香水。对，你看，我是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苗圃？我不同意。你怎么天一亮就翻脸啊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昨天晚上也没同意吧？哦，你是没同意，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我说过植物是有生命的？我说过，但是我没说过要买下来。我们是家大业大吗？今天是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吗？我们做事要有预算、有计划。我有计划，我买下这个苗圃就可以进行现代化的升级改造，这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带一个很好的头，是有示范效应的。你别管什么带头示范效应，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活下来。黎明集团当时扩张的时候，黎光也差点被资金链压垮了。他说的没错，做事就是要有布局的。你为什么只听他的不听我的？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不能，他有他的规划，我有我的思路。再说了，我是 CEO， 我决定买。按照公司章程，我不同意你也买不了。你。穆佳姐，这个是这个月的预算报表，请您过目一下。好。还有事儿吗？还有，这个是我和小胖子的喜糖。要结婚啊？啊，恭喜啊！还有这个，我一会儿拿给他吧。我们那个下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。好啊，我请你。行。也要幸福啊！拿着。啊，谢谢大哥。钟队长，媳妇儿，咱这要升级的节奏了啊！
但是你看这第2条线的颜色有点浅，会不会是乌龙？哎呦，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你得相信科学，这过2天它就生了吗？是吗？你说咱这房子也涨了，然后孩子也来了，是不是双喜临门？今儿是一纪念日啊，咱得好好纪念一下，咱得拍张照纪念一下啊！来，你再高兴一下。我高兴啊！万冰，我知道你跟蓉蓉闹别扭了。是他跟我闹别扭。得，哎，我得告诉你一事儿，你听了你绝对你就不生个气。什么事儿？蓉蓉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原谅他了。那我也原谅你了。祝贺你啊！你这得当干妈了吧？看到没？别担心，圆圆挺好的，等会儿视频一下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像现在一样生活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呢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想去银川。倩儿，我们只是搬家，换一个地方生活，这就像你去国外留学，然后我们来北京工作，这是自然的迁徙和流动。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我们早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，你还会提什么迁徙和流动吗？这根本不是买房的问题。我的工作每天在想着怎么为世界提供新的能源。那如果能去银川，我跟公司的未来都不可限量。所以就要离开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那我这几年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怎么没有意义？当然有意义了。你不要太偏激好吗？这是偏激吗？我爱北京，我在这里获得了超出预期的价值，我不想走，一旦离开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为什么回不来了？倩儿，我们来的时候不也什么都没有吗？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啊。我们现在也年轻啊，我们读了那么多书，走过那么多地方，每天思考学习，不就是为了保持清醒的认知和更多的可能性吗？是。但是我们现在有孩子了，我不想再奔波了。你说我太偏激了，我觉得你太天真了，高畅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同步了。这离开不是逃，离开也不是输。为什么要离开？北京有我的事业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工作怎么办？可是这次的机会对公司真的很重要。你知道每天我们顶着多大压力拉投资、做项目、谈客户，现在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我真的不想错过，也不能错过。倩儿，如果你愿意去了解银川，你会发现那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城市，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，不是吗？高畅。太冷了，回去吧。啊。
你还记得当时在火锅店吗？咱们当时拿出来结婚证跟他们炫耀说，从今以后就合法啦。我知道，一直知道你在背后无条件的支持我，保护我。可是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们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努力工作，就是想要一家人越过越好，对吗？可是因为工作，我好久好久没有陪过圆圆了。虽然每天也跟她视频，跟她说说话。可是我真的好想他，好像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去。喂，小周。哎，姐，您看的小区刚出了一套小3居，楼层朝向都特别好，而且价格也合适，一挂牌指定会抢。你和哥一定带着定金来看一下啊。小周，谢谢你啊。那个房子，我先不要了。姐，您再考虑考虑，我先给您留着啊。嗯。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儿我们不是去医院吗？结果查出来蓉蓉没怀孕，倒是内分泌紊乱。你劝她去吧，她太想要个孩子了。姑爷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还年轻呢，怕什么呀？慢慢来。你看看啊，这身子骨多好啊！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好吗？我本事好大呀，怀孕也能造假。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以前是想要房子，我那么拼命挣钱，那么拼命省钱，我现在住在金龙湾里，还刚刚买了一个单元，但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孩子，我就想要一个孩子。
没事。哭吧，哭吧，没事。绽放的时间短暂，却倾注了人的情感。它的每一朵花瓣，每一根叶脉，都值得被呵护。哎，王太太，最近在哪儿做脸啊？这做脸啊，我跟你说，还得去酒店水疗，要不然就是品牌自营也可以喽。那卵巢保养有推荐吗？我想40岁之前再要个宝宝。哎呀，这卵巢保养那就是智商税，什么东西还得是食疗，像什么鱼翅啊、燕窝啊，那都得安排上，你让营养师帮你搭配搭配啊。哦，还要请营养师啊？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正儿八经的营养学硕士毕业的，我们家一直用着呢，挺好的。我把他微信推你啊。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其实我也一直在备孕，就是没完事儿。那你可得好好调理。我跟你说呀，很多人呀就瞎补，结果适得其反，结果娃没要来，脂肪肝先来了。推给你了啊，谢谢。听说你们家在新区买了一个单元啊？是，在新区的啊，单价也不贵。但我最近想出手了，买着玩玩的嘛。哎，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下次带你们去看看，它还能长，是吗？行啊，请进。哎呦，这不错。这边呢是餐厅，这边是个厨房，明厨，有窗户，空间也很大。卫生间是不是挺大的？哎呀，这空间可以啊。是，这个主卧的话，好像是跟刚刚的客厅是一样的。哦，看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飘窗，我就喜欢这榻榻米。我跟你说不卖。站着干嘛？你坐下说，跟我谈判呢。见好就收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涨了不少了？为了这个单元，咱们把婚房都抵押了，还要背这么多贷款。我在家就拆东墙补西墙，算账算到脑壳都疼了。没准怀不上孩子就跟思虑过重有关系。柔儿，你说，你这当年是阳台也能住，是吧？泡面也能吃，那咱现在都搬到金龙湾了，你这胆儿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？你就相信你老公这一次好吗？等这房价它翻番了再卖，到时候咱真就财富自由了，这辈子都躺着过。你怎么就不懂我呢？房子已经涨挺多了，我们已经赚不少钱了。我现在就想赶紧落袋为安，抓紧生个孩子。那你说啊，你当年要是不拼，咱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我现在还记着咱头回见面跟那房产局，我包落人家那儿了，你帮我去拿，跑的那叫一快。我就是跑太快了，回来看到你爸跟你说我太精了，配不上你。这说的也没错呀，本来是配不上，架不住你跑得快。李万兵，不带你这么颠倒黑白的。当年是谁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我？哎，我这开句玩笑，怎么还真生气？哎，行，媳妇，我错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是狗皮膏药，行不行？我这辈子我就年定你了，你跑再快你也撒不开我啊！起开，你起开！房子可以先不卖，但是等涨一半的时候必须卖。关键是我爸肯定也不让卖。你听我的还是听你爸的？这次听我的，我说不卖就不卖啊。行，那我卖我自己的房子。那也别着急卖，还能涨呢。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管不着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田荣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房子我做主，婚后财产你做主。你说不卖那就不卖，贷款你也自己想办法还，别光做主不动弹，让自己老婆再也没挣钱算什么事？不是你说明白什么叫让你？李万兵，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老爷
爷们儿外边挣钱谈事儿，你甭管，你睡你的。你胡闹！你请我过来是来做运营的，现在买苗圃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告诉我，你是打算等公司倒闭了你再说吗？我觉得我能搞定。再说我是 CEO， 我有决策权。是一个花投资人钱的 CEO， 我告诉你，你越过我买苗圃这件事儿，我都可以告你。可以，那你是专业的。令达，创业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。况且黎光明确地表示过，如果这笔资金到位之后，我们再达不到预期的目标，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也跟你说过，买下这片苗圃可以进行升级化的改造，然后培育新的植物，再然后进行市场化的管理，我们就有无数个然后。是，我知道你对植物跟园艺都特别的了解。种树是情怀，但是创业就是商业，我们需要把控资金流向，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对莫愁园林来说，买苗圃就是刀刃。我可真跟你说不明白，我也跟你说不明白。活下去才有然后啊！苗苗前2天结婚，站在台上感慨万千，又是感谢公司，又是感谢老板。人家现在去度个蜜月，你就要告诉人家就失业了是吗？公司就没钱了是吗？你这个老板怎么当的呀？我不在乎赚多少钱，我就是喜欢苗圃，就喜欢植物，让这个世界多点绿色才是我创业的初心。李木江，我玉，你懂我？我懂你，我特别懂你。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下个月有一笔资金回款，你告诉我这个月的工资应该怎么办？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月的工资暂缓发放，让大家先勒紧裤腰带，度过这个难关。大家996这么干，工资不可能不发。那钱怎么办啊？吴佳姐，因为欠外包公司的费用，我们的网站无人维护，出现了很多 bug。那这样，我先把资料发给知道了，您看一下。我回头去跟外包公司说。明天见。哎，再见。怎么样？我今天见了4波投资人，我就跟演话剧一样调动情绪，一遍一遍重复着同样的话，没有结果。我真感觉我自己要疯了。明天呢？现在最后一个愿意见我们的投资人就是蓝吉资本的周晓东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完蛋了。要不再去找找黎光？不行，那总得想办法吧。融不到钱怎么办呢？要找野我去找。李总，令总到了。穆家没来。这是我造成的问题，应该我自己来面对解决。也是，坐。李总，您能去我们苗圃看看吗？您去看了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顶着压力买下它。那的每一朵花、每一棵树，都是我们精心培育的，都是奔着长远的目标去的。就是因为你固执己见地买下了苗圃，才让你长远的目标被扼杀在了当下。李总，您的事业非常成功，但创业公司跟黎明集团这样大企业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您不能把万吨巨轮的航行经验往小舢板上面放。我们有我们的方向，
有我们的方法。方法？跟我谈方法论的你是第一个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如果没有李木家的话，就算你在舢板上不论怎么样的大喊，你觉得万吨巨轮上的人能听得到吗？就算没有李木家，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您听见我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年轻人，嗓门大。琳达，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有冲劲儿，但是在经历了99、81难之后，我才明白了，解决问题靠的永远不是热血，而是冷静。巨轮远航，谨慎为重，冷静为先。而小舢板如果没有一腔热血，连冲出港湾的勇气都没有，何来乘风破浪？购买苗圃，既能满足我们自己客户的需求，还可以引导苗农，带领他们种植有市场需求的树种。我做过测算，4到5年之后，每亩地我们能挣到33万，这是我们和苗农之间的双赢。我知道这笔钱对黎明集团来说是很小的钱，但是对我们莫愁园林来说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业绩，所以我才会一意孤行迈出这一步。你的理由很打动人，但是规则就是规则，不能被打破。执行跟得上战略，我觉得没有错，但规则有失偏颇。什么是战略？是创始人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呢，还是各方面根据市场结合自身做出的研判制定的方案呢？我告诉你，创业者从来不缺少梦想，更不缺少冲劲儿，但是冲错了方向，那是找死。莫愁园林还没有死，那要看你什么时候认输。我不会认输。不会吗？不会。琳达，那我还不妨就告诉你了，贵司的第3轮融资，如果没有李木家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到位，你更不可能挥斥方遒去买下那片苗圃。你听懂我的话了？李总，我非常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。我知道没有木家的话，我们拿不到第3轮的融资。但是我跟木家既是搭档，也是战友，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，一起并肩战斗，绝对不会认输。再见，李总。听说了吗？隔壁的集成科技清算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共享人家的复印机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也怪了呀？穆佳姐啊，穆佳姐，怎么样？今天创投会就来了几家小公司，之前好多估值过亿的，都倒下去一大片。如果公司倒了怎么办啊？没有如果，公司不能倒。创业走到了瓶颈，莫愁园林的发展与其内部的茫然、艰辛相伴相生。我和令达携手在2016年的春天里煎熬，我们吵完还得并肩作战，因为困境无时不在。
我得拿出我所有的积蓄，支撑公司走下去。还知道回来啊？爸，斌儿没在家。说是出去谈生意了，还没回来。爸，您坐。这么晚了，还谈生意啊？爸，您要喝水吗？我给您倒一杯。啊，我不喝，没事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行，那正好我有个事儿跟您说。嗯。新区那个单元的房子，万兵不肯卖，我懒得跟他吵，那不卖就不卖吧。我婚前自己买的那些房子已经挂牌了，先从东面那套开始卖。你都挂牌了，你再告诉我，这不是先斩后奏吗？咱家也没有皇位，是吧？我也是出于尊重，知会您一声。不是你这，我是真的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看这家里这么大，就我一个人，走路都有回声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这当然有意思了。这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呀？